哎，马狗，根据新加坡心理卫生学院201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啊，这个强迫症是本地3大心理健康问题之一啊。而且每28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受影响了。而且他们终身患病率呢为3.6%，哇，比想象中还要普遍。好，那接下来来聊聊强迫症。国内外有很多的名人都是患者，那么他们的强迫行为还有表现有哪些呢？要如何察觉自己是否患上强迫症？那旁人是如何从旁协助呢？有哪一些病因？那治疗方式有哪一些？有哪一些人是高风险群？中医是如何看待强迫症？是否能够从食疗改善症状呢？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哇，我看你一直摸这个花瓶啊，你说啊，你是不是有强迫症？我，你干嘛不问你自己？哎，不要问我啦，说不定我们的来宾他们有嘞。哎，是，事不宜迟，欢迎陈秀环、曾思美以及精神及心理专科林文龙医生，欢迎3位。来，请坐。那我们聊一下强迫症哈。是，哎，想请问一下2位哈，就是说你们自己本身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强迫症？我是有演过强迫症的病人。 OK。 那个角色是他整天觉得他的儿子是有生病的，所以整天带孩子去诊所看医生吃药，然后就发现有病的是自己。对，所以没有做的话就很不舒服。对，他就很急躁，然后很不安。OK， 那秀环呢？我想问医生，我有没有强迫症？怎么说？你都还没有讲，他怎么知道你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怎么说？在家里排一样东西，有人动过，我就是不开心，一定要把它转回去。哦。然后比如说我煮拉沙，然后我一定要摆盘嘛。是。然后如果家人说，哎，你很忙，你去忙别的，我帮你。我看了，我一定会不满意，我一定觉得排的不好。如果排的比你美，你也不可以。不可能比我美的。对，我就是完美主义者，所以我觉得我都是最美的。OK， 问一下这个医生。对，到底什么是强迫症？强迫症呢，可能是一个很严重、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我们要重视它。那它有2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强迫性的一个思维。OK， 所以在于思维当中，它是一个侵略性重复性的一个想法。是然后会造成困扰，然后很多时候会有情绪上的不适。对，比如说感觉到焦虑、害怕、恶心、疑惑。那个病人会尝试去抵制这些想法，或者是说他们会以别的想法去改变它，或者以别的行为去改变它。其实强迫症不只是思路而已，而且它还有就是说他的那个行为上的一个异常。OK， 因为他们为了抵制这个强迫性的想法，然后这些行为也是一样，就是一直重复性的。OK， 甚至于他们会把它就是说当成一个应该做的一个行为，然后把它当成一个规律来去做，就不做就觉得说糟糕，什么事不对，那就是一直做一样事情，就是一直在做。对，那在我们大众认知的那个洁癖，就是最普遍的一种行为。可是其实它是有很多不同的主题的。对，所以任何的想法都可能成为一种强迫的一个主题。所谓的那个对称啊，事物要对称。然后事物要排列的很整齐。对有时候甚至于会病态的质疑。然后甚至于有些人他们是一直害怕自己得到病情，我们叫做健康焦虑。那其实我们都认为说，你有这个强迫症的话，不管是思维也好或行为也好，会不会很浪费时间呢？对。会的，所以它其实在时间的消耗上是很大的。好像洗手的一个例子是可能他们一次洗手可能要10分钟、15分钟，哇，一天可能要洗20次，洗到对吗？所以他们通常花费的时间是多过1个钟头以上，所以这个会造成很多的痛苦，然后造成他们很多的困扰和就是生活中的一些障碍了。是。那女性多数都是会比较有洁癖啊，对，男性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行为也是属于强迫症？男性就会比较害怕 forbidden thoughts 就是他们的那个忌讳的一些主题比如说暴力变态行为的主题啦就比如说你会一直想要打某一个人，你是忍住？不是，所以其实他们有这些主题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不会这样子做的反而他们是产生有害怕，因为这个不是他们要的这是一个侵略性的想法，他们就觉得干嘛我有这种想法很奇怪，然后他们其实的行为是回避的。所以好像有些人他不想这么做，但是会一直有这个想法。对，所以可能有暴力的想法的人呢，他们就看到刀就很怕。我自己到底会不会拿刀去伤人？可是是不会的，他们是没有暴力倾向。有没有可能一个人身上有好几个主题？是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
很多身上可能有很多种的不同的主题啊，暴力的主题啊，然后可能还是会害怕污垢啊，这些都会有，都会有。都会有。哦，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世上有很多名人，他们都有这个强迫症的问题，对不对？对对，根据那个报章的报道啦，他们Woody Allen他其实50年不停哦，他就每天早餐就会把那个香蕉切成7段，不然的话就会害怕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亲朋好友身上。这个动作我们叫做魔幻性的想法，所以它是根本跟那个思维或者说行为是没有相关联系的。可能他就是说，有时候想到那个思维的时候啊，是刚巧切到了7段的那个第7段，它的那个香蕉，哎，突然间觉得比较舒服，所以大脑就觉得，哎，这个可能是解决这个思维重复的一个方式，所以就强化了这个行为。OK，那第2位呢？ Katy Perry， 所以我们知名歌手，对歌手，所以他就是要把东西排列成 A 到 Z 英文字母。你说排是说家里的每样东西都要照这个顺序排？对，顺序排。OK， 那个 David Beckham 呢？所以 David Beckham 他以前是代言一个某种品牌的那个汽水，对，然后汽水它一定放在冰箱的时候呢，一定要双数的，不可以单数。所以里面有20罐，他拿1罐来喝19罐，他一定要放回1罐，或者拿掉1罐，或者拿掉1罐，所以他一次都喝2罐。哇，没可能，一次喝2罐。哦，这个也算是强迫症。对，但是我有一个好兄弟哦，就是 Jeremy 啦。他在家里哦，他的比如说瓶瓶罐罐啊、洗发精、沐浴用品，一定是标签要朝外，不可以朝内。他是不能够接受说那个标签是往内的。这种算吗？ 当然，我们以这样子的一个资料是不能够做一个诊断啦。可是有时候，如果说他真的耗很多时间，每天去转，而且有一个特征就是说，他们转了还是会疑惑，所以他们虽然说，哎，我已经转了啊，可是他可能转个10次、20次，然后可能出门都迟到，那就可能是一个就是影响到生活，对，真的影响生活很大的。OK， 那我想要知道说，患者他自己 有没有察觉到，其实这个是不合理的？对，大多数患者他们其实意识是清晰的，有自知能力，所以大多数是知道他们的行为或者是思绪是不合理的。那他们没办法控制吗？没办法控制，没办法摆脱那个。那自己会不会说自己这样子自己去看医生呢？还是通常不会？很多人可能在新加坡来讲呢，他们其实是蛮排斥一个诊断，对吗？所以有时候不想看。 可是因为影响到生活，或者是说他们的家属已经受不了了，所以有时候还是会把他们带来就是诊所接受治疗。那么初步的我们也了解什么叫做强迫症。那么广告过后呢，让大家去更深入的了解。那么当然，我们的中医师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好，稍后见。 好，欢迎赵义周医师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啊。是的，那么医师以中医的角度是怎么看待这个强迫症？强迫症在中医里属于是这个郁症的范畴。郁症呢，主要是由于长期的这个情志不舒畅，是肝郁气滞，然后再加上呢脏腑啊气血失调，导致了一个症候群。这个症候群呢，主要包括了有的时候患者感觉到胸闷，呼吸困难，情绪上有的时候会低落、紧张、心烦易怒，对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胃肠道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如果长期的这种过度的精神刺激，还有这个气血呀，还有脏腑的这个功能失调，得不到及时的调整，那么慢慢的就会出现身心交感。这个大脑啊，不由自主的就会去主要是想一些事情，想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想做某一些行为。了解哈。 OK， 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强迫症？对。 我们现在还不大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那生理来讲，那个跟我们的前脑的前额叶皮层丘脑，还有就是那个纹状体，可能是有关系的。而且跟大脑的化学物品血清素的那个问题，也是有一些关联啦。是可能分泌太少之类的。对，分泌的太少。那我们也知道，其实那些有强迫症的那些病患在有强迫症发生之前呢，35%呢，很多时候他们都有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压力，所以这是一个精神因素啦。所以压力会诱发对，所以这个压力呢是一种长期可能工作上学习上的
的一些压力，导致他们精神紧张，长期的紧张、焦虑，然后再患上那个强迫症。 OK， 再者，我们看到就是很多的那些创伤哦，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很大件的事情啊，分手对，分手啊，失恋啊，被人家冤枉对，还有就是说经济的一些危压力啊，亲朋好友的过世啊，都可能会产生这种精神压力，然后导致强迫症。是强迫症。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一些人的性格所以在性格当中呢，他们有一个强迫性的人格。强迫性的人格的那个特征呢，就是他们其实要求的东西要十全十美。很多时候呢，他们会对完美主义，然后很多时候他们可能会很纠结一些小细节要有控制权做人比较死板所以这种人格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患上那个强迫症。而且在强迫症患者当中呢，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兄弟姐妹父母甚至于孩子，可能都有这种性格的特征。就遗传性的意思。对，就是从生理的那个角度来讲，也是会有一些遗传的可能性。会遗传，只是说我们还是不知道那个基因是在哪个部位了。OK。那医生，请问年龄增长也会让强迫症越来越严重吗？还是一般是不会的。一般上来，我们看到就是说，强迫症它的那个初期的病症是发生在就是青少年的时候，那当然也是会有一些在儿童的时候发病，这么早，甚至在就是成年之后发病嘛。那在成年发病的那些病人呢，到那个女性的几率就会稍微比男性多。那男性有1/4的，就是会在10岁之前就会发病。那医生，你年纪最小的病患是几岁？看到最小的通常是大概9岁、10岁这样子，很小嘞，其实很小，9岁、10岁。对，有些是好像害怕污垢洗手有些可能就是说他们就是一直怕犯错那个考试的时候一直擦，又重新写。又擦又写，也有这些类似这些病症都有的，所以不要轻忽有些时候小朋友的一些动作可能是心理上面有一些疾病了。对，那是不是及早就医是及早的治疗？肯定的。所以如果说有这方面的困扰然后最好还是接受治疗，因为强迫症本身是一个比较慢性的疾病，所以真的是终身需要一些调理和治疗啦。OK，那从那个治疗方案来讲呢，很多时候第一当然是有心理的治疗，我们叫做认知行为治疗当中的这个暴露治疗。Exposure and Response Prevention。OK， 比如说他们害怕污垢，对吗？是，我们就教导他去动了那个污垢之后呢，不要去洗手，然后教导他怎么放轻松，利用一些放轻松的一些技巧，是让他学习怎么样去克服去洗手的这个行为。那会痊愈的吗？因为它是比较慢性的疾病，还是痊愈的几率其实不是那么高，痊愈几率所以还是需要治疗的。但是经过治疗之后，他是不是就能够比较能控制那个病情？肯定，所以有的治疗，它不但可以控制病情，可能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水平。OK， 甚至于是那个病症其实是很渺小，轻微，就是还是有，但不会影响到生活。对，不会影响生活太大。OK， 那有没有一些药物的治疗？药物治疗多数是以药物去控制平衡这个化学物品的不平衡啦。有些病人可能会害怕有一些副作用，对比如说可能开始吃药的时候会有一些腹泻是腹泻，早期啦，头痛心跳加速，可是这些都是早期，过了4-5天，大多数时候这些副作用都是会消失掉。所以其实我们大多数时候都会提议就是双管齐下，心理治疗加上就是药物治疗。是，病情如果真的是太严重的话，当然在新加坡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案例啦，可是在国外他们甚至会开刀。那你提到说药物治疗，然后它是需要吃长久的吗？我们看到真的那些例子是蛮心痛的，比如说他们真的洗手洗到手很红，因为已经没有油脂了，所以比较容易发炎，比较容易感染，对，一直刷。甘麦大枣汤帮助我们缓解焦虑、缓解悲伤、清心除烦。有个清甜其实很好喝那你提到说药物治疗，然后它是需要吃长久的吗？大多数都是需要时间呐，因为不然的话，你停止之后是比较容易复发，就变严重，就影响生活了
所以医生，你有没有一些病例印象比较深对，刻？有没有什么比较严重的对啊一些病例分享？所以很多时候，当病人不要接受治疗，或者是说病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看到真的那些例子是蛮心痛的。 OK 比如说他们真的洗手洗到手很红，因为已经没有油脂了，所以比较容易发炎，比较容易感染。对，一直刷，可能他们在就是浴室啊，可能逗留个半天，半天也有，所以他们根本是不能够上班，不能够上学。然后更加严重呢，就是在他们了解到自己一进那个浴室就走不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根本就不洗澡，所以他们就只留在床上不动。所以这就是最严重的时候。OK，那我想要请问钟医师，那您遇过多严重的病例啊？见到过比较严重的病例，比如说看到一个患者，他28岁，然后呢，这个西药已经服到一个很大剂量了，但是他呢，每次只要出门的话，看到垃圾桶，他就觉得自己脏了，然后回家去洗澡，一直洗4个小时也出不来，因为一直觉得洗不干净。哎呦，看到垃圾桶没有碰到，没有碰到。哇，那中医是如何做治疗呢？中医主要是根据患者的这个临床表现进行辩证治疗。有些强迫症的患者呢，表现是非常疲劳，然后呢面色苍白，是容易头晕，这样的一些症状，主要是属于气血不足了，所以我们要给他补益气血的治疗。那么有一些强迫症的患者呢，他的表现是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口渴、手脚心都热，大便也干，所以这种患者我们会给他滋阴降火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所以总的来讲呢，中医的治疗方法呢有中药、针灸、拔罐，然后还有艾灸，还有食疗这样的一些方法。哇，还蛮多的，对不对？那中医的治疗效果如何？主要是对于轻症或者是有这个强迫症出现的这个倾向的这个患者有一定的疗效，但是中重度的患者疗效不明显。OK，那有没有说所有的治疗方法就同时用在一个病患的身上？有啊，我有一个患者呢，他是一个67岁的一个男性的患者，然后他晚间躺下睡觉的时候，他习惯于躺在左侧，对，OK，他容易听见他的心跳，他就头脑中不可抑制的就想到，我要心梗了，我要心肌梗塞，哎呦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就要打电话给亲戚朋友啊，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其实他是没事的，没事啊，去医院去检查，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对。我们呢就给他一些建议，比如说当这个强迫症的这个症状要出现的时候呢，进行一些转移他的这个注意力的这个方法，比如说用这个腹式呼吸的方法然后让他嘱咐他朝右侧躺，然后右侧躺他就听不见他的这个心跳了，对。然后呢，这个我们也会根据他的身体的症状啊、望闻问切的这些诊断的这个情况啊，给他一些中药还有针灸的治疗，所以这个患者他的这个强迫症的这个发作就越来越少了。那我想问钟医师，有什么穴位可以舒缓这个症状？好，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容易找的穴位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两眉中间的这个印堂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手指进行轻轻的这种按揉，每天早上和晚上每次5分钟左右。我们呢也可以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提拉中间的这个穴位，进行向上的一个轻轻的这个提拉然后可以做每天早上晚上50次。这个主要是呢由这个醒脑开窍，增加我们的这个记忆力，然后能够平复我们的情绪。OK。好，那当然，其实刚才医师也是有提到这个食疗，对不对？今天也是有准备，对吗？对，我已经准备好了。太好了，一起来品尝一下。来，事不宜迟。哎，这个汤看起来不错，有没有一个名字啊？甘麦大枣汤。OK。食材非常简单呢，大枣、浮小麦是 OK， 甘草，就三铁药。个是那有什么功效呢？大枣呢，主要是补益气血，然后大枣和甘草呢，它都是甘味。中医认为呢，甜味的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焦虑、缓解悲伤。然后这个浮小麦呢，主要是补益心气，清心除烦。煮法是怎么样？这个食材简单的清洗以后呢，加入到800毫升的水吧。
我们大火给它煮开以后，改成小火，慢慢的煮半个小时就可以了。那就其实很简单。然后呢，我们把其他的这些食材滤过掉，红枣留下，我们要把那个红枣吃掉。红枣也要吃啊。有个清甜呢，其实很好喝哎。大枣的味道非常香，然后喝的时候我会以为很苦，没有苦，其实甘甜，甘甜的味道，对我觉得还蛮清新的，真的蛮好喝的，可不可以当一般的茶饮喝啊？不建议长期喝，那毕竟这个有甘草 ，OK， 长期服用甘草有的时候会引起，比如说血压增高啊，或者甚至有人会水肿啊，OK，有哪些人是不宜喝的？比如说像怀孕的妇女，儿童。比如儿童太小了，我们不建议他喝，或者是有高血压的这个病人，高血压啊。那如果说是轻症患者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食疗方推荐？比如说有一些茶，大家可以考虑，比如说薄荷茶，或者是玫瑰花茶，对，还有百合茶。其实这些都是一般人都有在喝的。安神的吧？对，这些不是安神，这些花茶实际上能够帮助疏散我们身体里这些淤积的这些不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是。那么如果说这个身边人呢有强迫症的话，是有这种表现的话，讲真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提醒他啦，可是不要去批判他的行为，或者是硬性的去阻止他。而且我们也要知道，毕竟这是有生理、心理因素的一个病情，所以还是要劝导他去看医生，可能从鼓励开始，跟聆听了。那如果不治疗会怎么办？其实不治疗可能会变得更严重的。有58%的那个强迫症的病人呢，会接着有忧郁症啊，甚至有轻生的念头。所以这个可能是很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劝导病人要早一点接受治疗了。关键是刚才你有提到一些例子，就是会影响到你的个人的生活。对，因为它真的会影响到你个人的生活，然后你已经不能够负荷你身边的一些工作啊，影响到你的社交啊，这些都有一些反面的一个影响。对，所以呢，这个强迫症病患呢，他们的强迫行为是无时无刻都在进行，会耽误了人生中更重要的事情。没错，所以一定要正视及早就医不要被强迫症呢给控制，要自己主宰属于自己的人生。没错，在这里要谢谢我们的林医生还有赵医师，谢谢两位，还有谢婉姐以及世梅。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